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呕心沥血打拼1年才救活公司，年会上老板却将之前承诺的100万奖金换成2张彩票，我无法接受。因为老爸还在医院等着这笔钱做手术，老板却当众训斥：如果没有公司提供机会和平台，你能干成吗？而我远低于行业标准的维护客户成本，却被他冤枉，占了公司大便宜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暗地里捞了多少油水，公司没向你追讨已经很够意思了。你也别拿辞职威胁我，公司离了谁都照赚。看着翻脸无情的老板，我转身就走。我倒要看看公司离了我到底还能不能转。很快客户就会给他好好上一课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在大环境低迷、行业疯狂内卷的这1年，我带领销售部的同事们没日没夜地干了1整年，终于将濒临倒闭的公司救了回来，还实现逆势盈利上100万。老板也承诺会在年会时统一奖励我们。听说还有丰厚的年终奖，特别是我年初临危受命时，老板当着我的面差点跪下，公司全靠你了。我被他的真诚打动，加上当时家人被查出重病，为了公司，也为了挣医药费，这1年我起早贪黑，全年无休，殚精竭虑。为了帮公司节约成本，我身兼数职，又要搞策划，又要跑销售，还要做客服，时不时还要给老板当司机。为了拉业务，我陪客户鞍前马后，应酬喝酒喝到胃出血，年纪轻轻就得了脂肪肝、酒精肝、高血压、低血糖，我几乎是豁出了半条命，才终于在年底时让公司扭亏为盈。老板看着年度财务报表，脸上乐开了花。肖硕啊，公司能有今天的成绩，你居功至伟，公司一定不会忘记你，你放心。等年会时，我要亲自为你准备一份大惊喜。现在马上就要到兑现承诺的时候了，说实话，心情还有点激动。同事们也都在兴奋地猜测今年的红包有多厚。然而到了本该颁发年终奖的环节，老板马飞翔一上台，却突然垮起个脸，开始哭穷。又是大环境不好，又是公司多么艰难，又是明年的形势多么严峻。总之就是今年没有年终奖了，希望大家理解，并且要和公司一起共度难关。所有人都傻了，说好的扭亏为盈呢？说好的100万年终奖呢？台下顿时发出阵阵嘘声。马飞翔见势，立马换了一副面孔。虽然公司很困难，但为了让大家过个好年，我个人自掏腰包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奖励。他扬了扬了手里的红包，一脸神秘兮兮的表情，而且是个大惊喜哦。大家死了心，好像又活过来了。然而等大家打开红包时，瞬间两眼一黑，因为红包里只装了1张彩票，1张面值2元的彩票。大家可别小看这份奖励，这可是公司送给大家的100万梦想，或许还是1000万梦想。网上不是有新闻吗？很多人的年终奖彩票都中大奖了，说不定你们当中就有这样的幸运儿。如果成了富翁，可别忘了公司哦。台上马飞翔还在唾沫横飞的聒噪，台下却已经一片骚动。有人当场质问领导，有人为了保住饭碗低声暗骂。而就在这时，有人在员工小群里发了一张照片，竟然是马飞翔刚从新跑车上下来的画面。他旁边的小情人还提着大包小包的奢侈品，感情大家的血汗钱都进了老板个人腰包呗，难怪没钱发呢。
员工们看到这些画面，瞬间炸了。一些气性大的直接愤然离席。我们部门的张辉问我：“老大，咱们就这么认了？”“认？那当然是不能够。”我缓缓站起身，清了清嗓子：“马总，请问我们销售部的奖励呢？”马飞翔愣了2秒，然后一脸鸡贼地说道：“有，你们销售部是公司的大功臣，怎么能少了你们的呢？我特意为你们准备一份额外惊喜，那就是……”他故意卖了个关子，然后指挥人又拿出一摞红包，那就是双倍的幸运大礼包。来，让严副总亲自发给你们。等大家拿到手一看，才是真正的目瞪口呆。原来又是一张彩票，现在你们手里拿着2张彩票，这就意味着你们的中奖概率大大提升，距离你们成为千万富翁的梦想又近了一步。你们说惊不惊喜？那个，你们其他部门也别吃醋啊！销售部门今年业绩最好，这是他们应得的。现场又是一阵嘘声，甚至还有别的部门开始看笑话了。惊喜你他妈个头！我直接质问道：“马总，您在开玩笑吧？我们销售部1年的辛苦就值这2张彩票，您让我们出去搏命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”空气瞬间凝固了，台上的马飞翔面色一沉：“李经理这是对我的奖励不满意，您说呢？”他一脸奸笑：“我觉得挺好啊，别的部门想拿还拿不到呢。人要学会知足，懂得感恩，知足还感恩。”我轻笑一声，缓缓点开一段手机视频，投屏到大屏幕上。销售部的同志们，大家再努力，等拿下这个单子，年底公司给你们包大红包。这是马飞翔来部门开动员会时的视频。等 AC 的这笔款一到位，咱们公司就实现盈利了。李经理，你们销售部这次可是立大功了，请大家放心，公司一向是有功必赏，一定不会亏待你们。这是前不久马飞翔在年终汇报会议上当众说的。销售啊，你们销售部的奖金和提成就放到年会上一起发放，到时候让大家拿着大红包过个好年，岂不是更爽？这是我和他要结算提成时他说的。随着一段段视频的播放，马飞翔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别放了，李销硕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暂停了播放。马总，这样的视频还有很多，这些可都是您当众亲自承诺过的，您不觉得应该给我们一个解释吗？哦，对了，还有您的新跑车和小嫂子的奢侈品，大家可都眼馋得很呐。够了！他突然一拍桌子，手里的话筒随即掉在地上，发出砰的一声巨响。李销硕，你想干什么？威胁老板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还嫩着呢。现在我宣布解除李销硕的一切职务，马上离开公司。人事部的黄经理在吗？现在就给他办手续。猝不及防的震怒让现场瞬间安静，大家纷纷看向我，露出复杂的神色。我整个人都惊呆了。马飞翔愤怒地对着下面的员工们指指点点，其实就是在骂我。有些人不要太忘本，有点成绩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就想跟老板讨价还价了。你别忘了，是谁给你的机会，又是谁给你提供了平台？是公司。离开公司，你啥也不是。身为公司员工，所有资源都是公司给你的，一切所得自然必须归公司。你有什么资格跟公司谈条件？还有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外面有多少人找不到工作？公司能养着你们，你们应该知足，应该感恩，不要做那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你们要是把老子惹急了，老子把你们都开了，让你们出去喝西北风去。台上，马飞翔仍在激情咆哮，台下全场鸦雀无声。
一些害怕失去工作的员工已经开始瑟瑟发抖了，他们看向我的眼神甚至带着些许怨恨，而我只感到一阵阵刺骨的寒意从背后升起。原来这就是我记行言听的老板，这就是我呕心沥血奉献的公司，不值，太不值了！马飞翔大声喊叫着：“黄经理，你在干什么？还不赶紧给李肖硕办理离职手续！”人事经理黄丽丽怯生生地来到我身边：“李经理，你看，要不……”我笑了笑，看向台上的马飞翔：“卸磨杀驴是吧？行，想让我走也可以，先把你承诺的年终奖和我们销售部以及我个人的提成结算完成再说。还有，你这属于违法辞退，按照劳动法相关规定，公司需要给我双倍赔偿。你休想！”我话还没说完，就被马飞翔大声打断：“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平时暗地里捞了多少油水，公司没向你追讨已经很够意思了，你还想要赔偿？想都别想！”这句话瞬间让我气血上涌，怒不可遏。我在外面累死累活地跑业务，拿着业内最低的工资，干着最多的活。为了替公司省钱，我出差应酬客户时，对自己是能抠就抠，实在抠不了的就把花销降到最低，还要经常自掏腰包招待客户，打点关系，垫付款项。遇到不要脸的客户，被蹭吃蹭喝是常有的事，而且跑过业务的都知道，有很多隐性花费是根本无法报销的，更别说别的同行们花1分报2分的业内潜规则了。没想到到头来竟然还要污蔑我捞油水，简直没有最无耻，只有更无耻。我知道和这样无下限的人再纠缠下去已经没有意义。我为我曾经有过好聚好散的想法感到羞愧，事到如今，那就只能不死不休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制住汹涌的情绪，看来是没办法好好谈了。那咱们就法庭见吧，你还敢威胁我？法庭见就法庭见，我就不信了。我这么大一个公司，还收拾不了你一个小小打工仔，那就试试呗。马飞翔虽然放着狠话，其实已经气得血压飙升，摇摇欲倒。几个高层见状，连忙上前尽孝，进行到一半的年会也不得不提前散场。我前脚刚回到办公室，黄丽丽后脚就来了，身后还跟着法务和保安。她将解聘书递到我面前：“李经理，麻烦你尽快签字吧，都是打工人，咱们就别想相互为难了，好吗？”我头都没抬：“你不是正在为难我吗？”黄丽丽被噎住，半天才说道：“李经理，我很同情你的遭遇，但公司毕竟是公司，胳膊是拗不过大腿的，有些事情公司耗得起，但你不一定耗得起。再说，你以后还得找工作吧，这被调有多重要，你应该清楚。”又是老一套，这些话打工人早就听得耳朵长茧子了。好了，我伸手制止了他，知道你是办事的，我也不想为难你，麻烦你转告马总，我还是那些条件，公司答应了我就签字，否则我也不怕耗。他一脸为难：“这你明明知道不可能的，马总都那样了，所以啊，为了不让你难做，眼下我倒是有个折中的主意。”黄丽丽眼睛一亮：“什么主意？”刚才查了下，我的年假和到休加起来还有20天，正好年底了，我打算先把这些假休了，趁着这段时间大家也都冷静冷静，好好想想接下来该怎么相处，说不定想着想着，难题就迎刃而解了。你说是不是？黄丽丽眼珠子转了转，这倒的确是个好办法。那行，你先申请休假，我想办法和马总说。我当然不是眷恋这破公司，只是在拿到我该得的利益之前，
难免还要虚与委蛇一番。再说，到时候是谁着急，可就不一定了。部门同事纷纷为我打抱不平，不过最后绕来绕去，还是打听自己奖金和提成的事。对此，我完全理解并心怀愧疚。毕竟这一年，他们也是实打实的跟着我鞍马劳顿，不能总让老实人吃亏吧。请大家放心，属于咱们的，我一分都不会让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还需要大家跟我配合。当然，人各有志，如果不想配合也没关系。只不过万一要是没有争到你的那一份，到时候可别有怨言。张辉第一个赞同，没问题，老大，你说咋做，咱们就咋做。公司这次真是太过分了，大家也都纷纷响应。对，不能让黑心老板得逞。职场多因利而聚，在共同利益没有达成之前，大家还是能同仇敌忾的。不过也有意外，就在大家群情激愤的时候，刚来不久的客户经理殷勤却不在场。等他再回来时，是马飞翔亲自护送回来的。现在我宣布，任命殷勤为销售部经理，立即生效。他特意看了一眼我，有些人既然想赖，那就赖着吧。公司倒也不是养不起一个小员工。殷勤立马摆出领导的架势，以后请大家积极配合我的工作，让我们一起将新销售部打造成公司最顶尖的部门，不要辜负公司和马总的期望。他还特意强调了那个新字。好，说得好，大家鼓掌。马飞翔巴掌拍得震天响，然而底下却没人响应。他又急了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对领导这是什么态度？是不是不想干了？切，又来这套。大家直接一转身，各干各的去了。马飞翔恼羞成怒，指着我的鼻子开骂。李潇说，是不是你撺掇的？别以为你不签字，公司就拿你没办法了。你等我腾出手来，我再好好收拾你。我微微一笑，不是啊，这事还真的不能全赖我。殷勤他一个刚来不足1个月，能力都过不了试用期的新人，就因为有几分姿色，突然摇身一变就成了部门领导，这谁能服气？马飞翔还真是病急乱投医了。哼，我不管你们怎么想，总之从今天开始，殷勤就是你们销售部的领导，还想干的就给我识相点，好好配合殷经理的工作，不想干的马上滚蛋。你们不干，外面有的是人干，这世上最不缺的就是牛马。啪啪啪，我懒懒地拍了拍手，那就欢迎殷经理，祝您在销售部玩得开心。哦，对了，我要休年假了，要去国外度假，手机肯定是打不通的，上网吗？看心情喽。说完，我转身哼着小曲大步离开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很快我的手机将会被打爆。他们不会真的以为我这个销售经理是白当的吧？我不是真的要去国外度假，而是为了接下来的计划故意说给他们听的，否则以公司的德行，一定会上天入地，穷追不舍。这一年我疲于奔命，家里还眼巴巴地等着我拿钱回去给父亲做手术。谁想到遇到这种糟心事，现在不但钱没有，可能连工作都要丢了，让我如何回去见他们？所以我要把属于自己的都讨回来。第二天我故意去了机场，刚到没多久，公司的电话果然就打了过来。殷勤以居高临下的语气命令我，李潇说，宏远项目的资料马上发给我，下周的签约仪式我会出席，需要提前熟悉一下。终于想起这个大项目还没签约了，我懒得跟他废话，直接打开免提。机场的登机广播清晰地传了过去。李潇说，我命令你给我发完资料再登机。嚯，好大的口气！想当初他刚入职的时候，
那小嘴跟抹了蜜似的，天天里个前里个后的跟着，如今才刚得势，立马就露出小人嘴脸了，真是瞧不上这种人。我直接挂掉电话，关机，再换上提前买好的国际SIM卡，登上微信，然后坐等看戏。李潇说，宏远这个项目我已经全盘接手了，我命令你马上把所有资料发到我邮箱，10分钟之内我要看到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你怎么还没发？项目是公司的，不是你个人的，你必须做好交接。你究竟把资料藏哪了？为什么电脑里没有，其他人那里也没有？你知不知道，私藏公司资料是违法的？殷勤的微信一条接一条的轰炸过来，我干脆设置了消息免打扰。最后他果然又搬出了马飞翔。李潇说，马上把宏远的项目资料发给殷经理，要是因为你影响了公司的发展大计，那可就不是开除那么简单了。我看着这些气急败坏的信息，不禁失笑。宏远项目是公司迄今为止最大的项目，说它影响公司发展的确不夸张。不过他马飞翔现在才想起来，晚了。手机里很快被各种信息提示挤爆，殷勤和马飞翔几乎出动了全公司联系我，命令、威胁、哄骗，各种话术轮番上阵。而我坐在某咖啡厅的一个隐蔽角落里，静静地看他们在各种工作群里发疯，心里真是痛快。第2天，我继续耍猴看戏，第3天依然如此。眼看签约时间迫在眉睫，殷勤和马飞翔急得团团转。我看时机差不多了，才慢悠悠地打开邮箱，找到早已准备好的资料，点击发送。殷勤几乎秒回，还算你识相。我笑了笑，很快他就会知道，这不是识相，而是挖坑。这不，周一一大早我还在睡懒觉，就被微信吵醒。一看时间，正是上午9点钟，原定宏远项目的签约时间。消息是张辉发来的，老大，不好意思啊，马飞翔非逼着我说出你的号码，我信息还没看完，一个国际长途就打了过来。我故意等铃声响了很久之后，才点开接听键。李经理，能不能请您尽快回国？宏远那边说要您亲自来，他们才肯签约。殷勤的语气焦急中带着恳求，再也没有之前的嚣张气焰。看来事情进展得比我预想中还要顺利。宏远项目是业内的重头项目，竞标者趋之若鹜，像我们这种资质的公司原本是不可能拿下的。是我鞍前马后的伺候了客户大半年，又把公司夸出了花儿，陪喝酒喝到进医院才争取到机会。当然，最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我在甲方领导父亲的病床前当了几个月孝子，最终感动了领导全家才磨下来的。达成合作意向那天，甲方领导拍着我的肩膀说，小李啊，我就是看中你这个人才把项目给你们公司的，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。可惜马飞翔根本不知道这些，我曾经跟他汇报过，但都被他一句我只要结果搪塞过去了。他真的以为这个项目随便什么人都能接手吗？出尔反尔，临阵换将本就是商业合作的大忌，更何况有些事情拼到最后，除了能力，更重要的是做人。也许有人要问，如果马飞翔亲自接手呢？那可太好了。以马飞翔的德行，且不说他愿不愿意屈尊降贵去干这些琐事，即使愿意，那也是真正的自掘坟墓。我可是把公司实力捧上了天，如果一个项目执行还要老板亲自上，那么结果可想而知。再加上马飞翔的脾气和品性，他装不了多久就会暴露的。这么弱的公司，这么不讲信义的老板，
让甲方怎么放心把如此重要的项目交给你们？不知道马飞翔现在有没有反应过来？正在傻乐时，马飞翔的声音就从电话里传了过来：“肖硕啊，玩得怎么样？”讨好谄媚的味儿都隔着屏幕飘过来了，看来是反应过来了。我故意调侃道：“不错啊，这边阳光很好，风景很美，妞也不错，要不你也来？”哈哈，我倒是想去呢，这不是走不开吗？那个肖硕啊，之前我说话态度有些不好，但我都是为了公司，绝不是针对你个人。当然，如果你介意的话，我向你道歉。这变脸速度和能屈能伸的姿态，不愧是能当黑心老板的人。我乐了。所以呢？他犹豫了一下，才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你看能不能提前回来？宏远的项目还是离不开你啊。你放心，只要这个项目签下来，你继续去度假，而且所有费用公司都给你报销。”呵呵，这点蝇头小利就想打发我？不好意思，日程已经定好了，提前不了。这都是小事，你可以改签吗？因此产生的费用，公司也给你报销，那也回不去。他愣了2秒，那你要怎样才肯回来？很简单啊，把你之前承诺的年终奖和提成给我们，现在就让财务转账，收到钱我立马回去。那边半天没出声，许久他才恨恨地吐出一个字：行。马总爽快，那就转账吧。他又说：转账可以，不过我也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只能给你的那份，其他员工没有。这个老狐狸还想玩挑拨离间，考验人性。先安抚住我，回头再把我独吞钱的消息放出去，让我众叛亲离，然后他坐收渔翁之利。老套路了，我才不上当。哦，这样啊，那您稍等，刚才这句话我录下来了，要不我发到群里问问大家。阴谋被识破，他立马气急败坏。李潇说：你别得寸进尺，我是在给你机会，真以为公司离了你就不赚了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公司里除了我，离了谁都照赚，我就不信了。没有你这个项目，我还拿不下了。我不想再听他无能狂怒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这公司离了我究竟还能不能转，或者还能赚多久，他很快就会知道。没过多久，张辉就给我发消息说马飞翔带着殷勤亲自去宏远了。我暗笑，反正这个坑我已经挖好了，如今他不跳也得跳。当天晚上，宏远那边的内线就跟我吐槽：李经理，这就是你老板，格调不太行啊，你给这样的人卖命，太憋屈了吧？我给你说啊，这俩人一来就各种说你的坏话，直接被我们给怼回去了。还是头一次见这种猪队友，而且秦总对他临时换人的行为很不满，而且换的还是这么一个一看就不靠谱的丫头片子。你们公司到底行不行啊？对了，就那个什么女经理，完全是个傻子吗？业务一窍不通，歪心思倒是不少，一直往我们秦总身边凑。那做派，这不是意料之中的事吗？话说这项目你还想合作吗？想合作的话，你还是亲自来一趟吧。秦总说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愿意再给你们公司一次机会。我想了想，合作啊，不过或许要换个方式。换个方式？怎么换？我回，暂时保密，静候佳音吧。第一次去宏远碰壁之后，马飞翔并没有放弃，很快他又第2次登门了。这次秦总以开会为由，直接没让他进门。他当然不甘心，于是又花钱花心思地收买秦总的秘书、司机和家人，打算从外围曲线救国。其实这些招数我都用过，但秦总身边的人都非常靠谱，结果只能是枉费心机。第3次登门，人倒是见到了，不过秦总直接告诉他，
这个项目必须由小李亲自执行，我们才放心。至此，马飞翔才算是彻底认输了。开玩笑，要是真那么好糊弄，我至于跟他们磨大半年吗？还丢下自己生病的家人上赶着去给别人当孝子。当天下午，我就收到了财务的打款，年终奖和提成都给了，一核算金额一分不少。又问了部门其他同事，他们的也都到账了。马飞翔亲自发来信息，现在可以回来了吧？我这才不紧不慢地启程回国，还顺便买了些奢侈品，打算送给女朋友。这一年来我忙忙碌碌，时常忽略她，心里一直很愧疚。反正现在有人报销，不买白不买。再说以前为公司那么拼命，这点补偿也是我应得的。我刚一到公司，马飞翔就带着几个管理层亲自到门口迎接了。哎呀，李经理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大家都在等你呢。他表面上满脸堆笑，其实眼神恨不得杀死我。我故意反问，李经理，销售部不是有经理了吗？马飞翔一脸假笑，没有，销售经理这个位置非你莫属。我冷笑一声，懒得计较。宏远的项目，我认为咱们还是要尽快重启，以免夜长梦多。这个项目对公司明年的发展至关重要。行，我知道了。看到我痛快答应，马飞翔才终于松了口气。回到部门办公室，同事们瞬间涌上来，对我前呼后拥，感激涕零，奖金到手。他们的感谢倒是有几分真诚，只有殷勤被晾在一边，气得后槽牙都咬碎了。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了，反正我想要的东西大部分已经拿到了。下一步计划当然是拿着赔偿顺利离职。这种公司，这样的无良老板，不走难道还留着过年吗？只是在找到下家之前，我还需要给自己积攒一些筹码，而宏远项目就是那枚分量最重的筹码。新的签约仪式定在了下周2，这是我精心挑选的日子。这次马飞翔可是卯足了劲地盯着我，生怕再出岔子。可惜他算不如我算。就在签约前一天，秦总的老父亲突然病危，签约仪式不得不再次推迟。马飞翔气得在公司破口大骂，这老东西早不死晚不死，非挑这时候死，这不是捣乱吗？我赶紧劝阻，马总，您可别说这种话，老爷子只是病危，不是病故，而且秦总是个大孝子，要是让他知道可就不好了。他仍在骂骂咧咧，实话嘛，就是存心给咱们找晦气。话说这老头子什么时候病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他当然不知道了。像他这种狼心狗肺的人，怎么会把别人的生死放在心上？其实这几天我经常去医院看望老爷子，知道情况可能不妙，却故意没告诉马飞翔，而是正常定下签约日期，因为我压根就没打算让他们签约成功。马总，我觉得咱们还是去看看吧，尽尽心，这是我的真心话。这半年来，我在老爷子病床前尽孝，虽然一开始带着功利心，但相处时间久了，还真生出些真情实感来。将心比心，我也有父母，为人子女者，看到老人生病，很难不生出恻隐之心。加上因为工作原因无法时时在自己父亲身边陪伴尽孝，就当是爱屋及乌吧。但马飞翔却只是不耐烦地挥挥手，行，你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看完记得推进一下签约的事。哦，他大概没有父母吧？秦老爷子最终还是没能熬过去，于周2那天去世了。葬礼上，秦总哭得悲痛欲绝，我被现场气氛感染，不免想起自己的父亲。他在年初时查出了癌症，万幸还在早期阶段，
暂时可以用药物控制，但进口药很贵，我家条件本来就一般，这下更是雪上加霜。为了挣医药费，我这一年才如此拼命。前阵子家里打来电话，说病情有恶化的迹象，医生建议尽早手术，而手术费用需要好几十万，全都指着我年底拿钱回去。所以在突然被告知取消年终奖后，我才会那般愤怒。不敢想象，如果不是我竭力争取，万一拿不到这几十万，我的父亲又该怎么办？想到这里，不知不觉中我已经泪流满面。秦总看到我落泪，竟然走过来给我行了个大礼：“兄弟，谢谢了。”我愣了愣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，只能安慰他：“请您节哀。”葬礼之后，秦总特意把我留下，说想和我说说话。我们一起坐在老爷子的墓前，他开始给我讲他和父亲的故事，讲老爷子对他的影响，又讲他在父亲生病后是多么痛苦无助，还特意说了他是独生子，工作又忙，这半年来多亏我帮忙。说到动情处，他几次潸然泪下，我有些意外。秦总这人的风格一向是公事公办，就连我在医院给老爷子端屎接尿时，他也依旧坚持公私分明，导致我一度认为他很冷血。如今看来，他其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。相比之下，马飞翔虽然巧舌如簧，实则才是真正的自私冷血。我知道，再强大的人，这时候也需要一个可以倾诉的人，而我无疑已经获得了他的信任。后来，我也给他讲我和父亲的故事，还告诉他父亲得了癌症，而我需要挣钱给他治病，所以才必须拿下这个项目。当然，我也顺便提了奖金差点被马飞翔黑掉的事，并感激他在关键时刻对我的力挺。而他听后只是笑了笑，说了句“不意外”。其实马飞翔之前诅咒老爷子的录音一直在我手机里，我原本打算巧妙地透露给秦总的，现在看来是不需要了。毕竟这时候在人家伤口上撒盐，挺不厚道的。我们就这样坐在老爷子的墓前，从天亮聊到天黑。临走时，他对我说了一句话：“兄弟，你放心，宏远这个项目是给你的，你在哪，项目就在哪。”想了想，他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如果不着急的话，也可以再等等。”这一刻，我突然百感交集，也终于理解了之前看过的一句话：没有一条道路通向真诚，真诚本身就是道路。从秦总那边回来，马飞翔马上猴急地追问我进度，我随便找了个理由安抚住他。另一边，我联系了几家猎头，将我被公司亏待，打算跳槽的消息放了出去。这1年多以来，我拼命三郎的名号早就在业内传开了。之前就有公司给我抛出橄榄枝，但都被我拒绝了。现在他们打听到宏远项目还在我手上，更是抢疯了。马飞翔很快也知道了，他的招数无非依旧是哄骗加威胁，又在业内放出狠话，谁敢挖我，他就搞死谁。其实以他如今的实力，能威胁到的人屈指可数，但我依然拒绝了这些邀约，因为我在等待时机，一个真正的好时机。1周后，相关部门突然发布了一则关于国企央企外包服务的新规定，要求企业收紧和严管外包服务。秦总第一时间给我打来电话，关于这个项目，我有个新想法，你过来，咱们详谈。他的新想法就是取消外包，成立项目部自己干，而项目经理的位置，他希望由我担任。秦总说，其实这个文件不是突然下发的，所以我们也一直在观察，在等待，这就是迟迟没有和你们签约的真正原因，和你个人无关。当然，
我们也并非故意耍着你们玩，而是在考察。你知道我在考察什么吗？我点了点头，知道，我当然知道。在我们国家，任何政令都不是一朝一夕决定的，所以在项目跟进到一半时，我就从其他渠道听到了风声，但我没有放弃，因为无论条件如何变化，其结果都不会变，那就是事儿始终需要有人去做，秦总要找到那个做事的人，而我就是那个人。秦总又说，其实很早以前我就看出你的老板马飞翔靠不住了，尤其是见过本人以后，更加验证我的判断。但那时我看你干得兢兢业业，又没有跳槽的打算，便不好贸然开口挖人。再加上你知道的，我们这种单位对用人的考察是极其严格的，专业能力很重要，但人的品性更重要。而现在一切条件都已经成熟。说着，他主动向我伸出手，恭喜你通过了我们的考察。然而，除了感谢信任，我却并未正面答复他。他看出了我的犹豫，怎么还有顾虑？怕前公司找你麻烦？放心吧，这件事交给我们来处理。不，这件事我自己解决，只是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。明白，要给父亲治病对吧？应该的。他拍着我的肩，你只管放心去，等一切安排妥当了再回来上任。这次我是真的被感动到了，想起年初父亲刚查出癌症时，我要请假，还被马飞翔大骂不敬业，在我的再三哀求之下，才勉强给批了2天假，还扣了双倍工资。其实这和在哪个公司无关，只和老板的人品有关。这是聘用合同，你先看一下，不满意的地方咱们还可以再商量。我接过合同一看，不由得一惊，不光薪资待遇比之前多了一个0，还有很多我以前见都没见过的福利。这国字头单位的待遇果然不一样啊！我仔细看完后答复他，秦总，这合同没问题，但我还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既然您把这个项目交给了我，那么项目团队我希望由我自己来组建。那是自然，你是负责人，一切人事调配都由你做主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要找真正能干实事的人。我紧紧握住他的手，您放心，这正是我的想法。回到公司，我如实向马飞翔汇报了项目进展，告诉他甲方要收回去自己干。他自然又是一通大骂，但国家规定在前，甲方又处于绝对上位，他再不甘心也没办法。最后这个锅只能由我来背。这次他终于能畅快淋漓地开除我了，而且是不给赔偿的那种。除了让他们开具正常的离职证明以外，其他的我也没再强求，主要是不想因为眼前这点小利益影响未来的大事。更何况在我釜底抽薪之后，这公司还能存活多久还是个未知数。离开之前，部门同事为我送行，我将张辉等几个业务能力强的下属叫到一起，委婉表达了自己已经找好了下家，且这公司已经不行了，剩下的让他们自己选择。我刚一说，他们就明白了。老大，只要你不嫌弃，你去哪我们就跟着你去哪。就是马飞翔这个黑心无良老板，跟着他除了被坑还能有什么好事？之前要不是有你在，我们早就另谋高就了。我们都跟着你干。其他几个人也都纷纷表态，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跟我走。毕竟钱没到位，心又委屈的公司，谁还愿意卖命？办理完离职手续，我刚走出公司大门口，一辆黑色商务车就停到我面前。李经理，秦总让我来接您去公司办理入职手续。我有些诧异，不是说年后再入职吗？司机说，
秦总说离过年还有1个月呢，您可以先办手续，这样可以和大家一起领年终奖。我心里一暖，跟着他上了车。到了宏远才知道，秦总给的职位虽然是项目经理，但隶属于集团的直属事业部，级别非常高。而这个事业部目前只有我一个经理，发展空间不言而喻。入职手续办理得很顺利，在向秦总报道之后，我就专心回家为父亲治病了。秦总还帮忙找到了某位权威专家，他答应会亲自做手术。由于病情控制得好，父亲的手术很顺利，愈后情况也很好。住院期间，秦总还专门派人前来探望，父亲感动得老泪纵横，说遇到这样的好领导不容易，一直催我早点回去上班，不要耽误工作。其实大多数善良的普通人价值观就是这么朴素，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。父亲出院之后，我安排好家里就回来正式上任了。张辉他们也都按流程先后入职，我的新团队很快就组建完成，业务精英全员出走，销售部瞬间只剩下个空壳子。马飞翔气得暴跳如雷，尤其是在听到这些人都投奔我而去时，直接当场晕厥，被送进了医院。他当然不会甘心，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带着一帮人前来闹事。然而在严格的安保之下，他们连大门都没进来。马飞翔又给我打来电话，满嘴辱骂威胁。我说这个单子为什么一直签不下来呢？原来都是你搞的鬼。李潇说，你这个吃里扒外、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公司真是白培养你了。你故意损害公司利益已经构成了犯罪，我们马上会对你提起诉讼，等着收传票吧。还有，别以为你进了宏远我就拿你没办法了，我会把你的所作所为向全行业通报，联合大家一起封杀你。我看以后谁敢跟你合作。我站在新办公室的落地窗前，远远看着他狗急跳墙的样子，只觉得滑稽可笑。老大，你不用管，这狗东西就交给我们吧。不知何时，张辉他们已经站到了我身后，我看了看他们，默默点了点头。于是在马飞翔还在跳脚的时候，他之前克扣员工奖金，给小情人买包，年终奖发彩票，辱骂吐员工的视频已经传遍全网了。马飞翔瞬间荣登年度黑心老板 C 位，他的公司也被职场人列入避雷名单。不过这些都还只是开胃菜。紧接着有人举报飞翔公司涉嫌偷税漏税，用阴阳合同行贿，以虚假账目骗取投资等行为，桩桩件件皆有铁证。相关部门很快就成立了联合调查组，进驻公司进行调查。令人大跌眼镜的是，马飞翔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，竟然赶在调查组到来之前卷走所有公款，带着小情人跑路了，而且是跑去了国外。他这一跑，最大的倒霉蛋就是身为法人代表的他老婆。这个当了大半辈子全职太太的傻女人，压根不懂什么是法人代表，还以为就是风风光光的当大老板呢。所以当执法人员告诉他公司涉嫌违法，而他要担责时，他除了哭还是哭。最后执法人员实在不忍心，建议他请个律师，而他一查，账面上除了一堆负债，1分钱都没有了，哪里还有钱请律师？同事们也都在兴奋地猜测今年的红包有多厚。忧心为了弥补损失，大家一合计，干脆直接找了个收二手家具的，把公司能卖的东西一起打包卖了。听说连前台的绿植都没放过。尽管已经如此凄惨，但该还的债还得还。
法院依法查封了马飞翔个人及夫妻名下财产。然而一查才知道，所有财产早已被转移走了。他老婆听后直接晕死了过去。人心狠绝至此，真是令人不寒而栗。因为有了之前的扎实基础，新项目进行得很顺利。尤其是在看到前同事们的遭遇之后，大家更加感激我的英明决策和大恩大德，干劲也更足了。不但比原定计划提前半年完工，还因为干得出色，在集团一炮打响，成了明星团队。年底时，每个人都拿到了丰厚的大红包，而我个人的奖金甚至达到了7位数，实现了真正的100万年终奖。秦总还专门为我们团队举行了庆功宴，他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小李啊，从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看出你有前交困凤之姿，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”我回道：“全靠您慧眼识珠。”砰砰砰，庆祝的烟花绽放在夜空中，像一朵朵金色的花朵，闪烁着美丽的光芒。与此同时，在大洋彼岸的某个角落里，同样也是砰砰砰的3声巨响，一对华人夫妇被人当街枪杀。听说歹徒是为了劫财，新闻传回国内，大家一看直接惊了：“哟，这不是马飞翔和他的小情人吗？”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